大家好，我是贝拉，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和 Ben 是如何从当初一无所有，到现在5年内名下有2套房产的。虽然说我们买的房子都只是很普通的住宅，不是什么豪宅，但还是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哦。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买不了房子，甚至还曾想要当躺平族，告诉 Ben 说，我们干脆租房子一辈子算了。原因就在于我存不到自备款。我知道，以我们每个月6000的收入，至少是可以负担30几万澳币的房贷的。也知道政府有提供首购族1-2万澳币的补贴。可是首购补贴只适用于新房或者需要重大维修的房子，不敢买预售屋的我呢，首购补贴对我来说就像沙漠中的绿洲，看得到摸不到。直到某一天，我在房屋网站上面看到一个全新盖好的公寓，标榜着可以申请首购族补贴。公寓本身30出头万澳币，在贷款95成的情况下，只需要1万多的澳币作为自备款，再加上首购族不需要支付印花税，政府的补助呢也足以支付贷款保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刚买公寓的那1-2年，我接触到极简生活，那彻底改变了我的购物习惯。我开始不再买一些觉得漂亮但不实用的物品囤积在家中。每周买菜的时候，也尽量列出购物清单，以避免购买不会用到的食材，而把食材放到过期。再加上疫情影响和考到澳洲 CPA 执照，我们收入变多了，支出变少。在买第2套房产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大约是买公寓时的2倍。其实跟大多数移民澳洲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收入真的不高，2个人加起来呢，可能别人半年的收入都不到。但是幸好爱乱花钱的我已经改过向善了，我们开始从事一些保守的投资理财，在生活上也是能省则省。疫情发生的时候，股市大跌，贷款利率也变低，我于是打电话请银行降低我们的房贷利率，每月还款时本金也还得更多了。还和 Ben 趁股市不景气的时候买入了很多银行股。就这样，在买第2套房子时，用了我们这几年缴的房贷啊、公寓增值的 equity 和套现股票，做到了自备款。没想到在找房的途中，由于房市太好，尽管我出的价格还算合理，但还是有好多我们喜欢的房子，最后卖给了有能力出溢价的买家。中间还一度哭了几次，很后悔自己从前为什么不好好的存钱呢？幸好我们买到一间40-50年的房子，虽然说屋况很老旧了，可是一边住一边慢慢的维护修理，一步步将房子整顿成我们喜欢的样子。以后如果有机会再拍 house tour 给大家看吧。时常有一些观众会问我有推荐的郊区吗？其实有很多郊区我都很喜欢，比如说近市区的 Carina， 虽然这边没有火车站，出入要靠开车比较方便，但是我很喜欢 Carina 这边住户的气质。之前看房时，不小心看了一套100多万澳元的，总共有4个房间，2个卫浴，占地612平方公尺，来看看吧。We will give you a brochure inside, so you will remember. Oh, thank you. So, look at the garden. Yeah, that's quite big. It's very nice, hey? Hello? Yeah. Could be in trouble. There's a barbecue there.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Oh, hi, Joanna. My name is Bella. Bella? Yeah, nice to meet you. Okay, Ben? help me to check in. Do you need to take shoes off? It's okay, thank you. So cool. 哇！一进来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桌上摆满了中介关于这个房子的简介。These ones have sold similar size block, but they're like to throw down the house. But this one, obviously, the house is nicer. Okay. But have a look through. Thank you.
Are you looking for yourselves or Yeah, for ourselves. Okay. Yeah, but maybe we'll sell in a couple years. Yeah. Thank you. Look at this living room. 房子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特的配色。看到这个房间，我不禁觉得屋主是印度人吗？昆士兰的夏天让我觉得餐厅真的需要有一台冷气。每次看到整面都是窗的房间，就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好。So 4 bedroom plus 1 sunroom。以上呢就是我跟贝移民澳洲5年以来的买房经历，而且也是透过这一次的经历，我才知道说原来借一栋100万的房子会比借2栋50万的房子来得困难。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次的买房分享，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你哦。我们下次见，拜拜。